刚刚回来路上也互通了下名姓，以后老子就不见外了。向老板且随意。老子记得，你们要去一个叫祖州的仙山，那到底是个什么地儿？传说中10州3岛之一，乃东海一处仙境。我等为寻仙草而去，然确切所在无人知晓，只得行船于海中，慢慢找寻。唉，前途未卜，也是得碰运气喽。老子明白了，几位瞅着就像干大事的人。这样吧，等老子弟弟回来，把伦伯州整好了，咱们马上出海去，一刻不耽搁。向老板也会同行。当然，老子和严眉那兔崽子可不能落下。伦伯州怎么开，旁人10天半月学不来的，就算学得来，这船头一回出海，老子兄弟要不跟去逛逛，还不得一辈子窝火？管他是远是近，这趟跑定了。多谢。谢我干啥？你们是识货的人，还是严眉恩人？就冲这，啥事儿老子都帮到底。别的不多扯，5天以后船厂见。大叔和严眉不愧为结拜兄弟，全一个样，说风就是雨。这回虽然遇上些出人意料之事，不过出海的船总算有了着落。那个大叔其实人蛮好的，就是一开始太凶。百里公子，我们便各自歇息，5日后再一同去向老板那儿，你看如何？这回亦是有劳诸位。木头脸，你别忽然冒出这种客套话，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吗？你不会是病了吧？猴儿欠打。切，我这叫实话实说。木头脸的感谢，本少爷可担不起哟。什么少爷，就是个呆瓜。哎，散了吧，再不喝酒可得出人命。清雪妹子，陪我走趟酒馆可好？好啊。你明明在魁牛那儿摸了好些东西，还想坑秦雪付酒钱？那些怎么能直接丢去店里？还不得慢慢找个稳妥的当铺出手。哎，一看就是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公子哥，不懂啊，不懂。你再说，我愿意同秦雪妹子坐一会儿，聊上几句，别人管得了那么多啊？孪生，没什么的。其实尹大哥这个人挺有意思。有意思啥？你可别被他骗了。走了，走了。那我先过去了，真的没事。勿多饮酒。苏苏别担心，我不会喝的。不是说过吗？酒在我们那儿只有祭祀时才用，我人在外面，规矩一样要守。
臭酒鬼，不就仗着自己长得像别人大哥吗？哼，我看以后秦雪找到真正的大哥时，他还怎么骗吃骗喝？妹妹若真与尹公子投缘，便由着他吧，说不定也是心中一点慰藉。旁人多加阻拦，反倒不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各位看，这就是老子兄弟辛辛苦苦4年多造出来的惊世奇船——轮播舟。看来与其他海船很是不同。比别的船好看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海面上、水底下都能开的，甲板全封起来，保准不漏水。昨天我和大哥已经开出去试过了，一点问题没有。奶奶的，熬这么久，终于成了！高兴的老子一整晚没睡着觉，招呼整个船厂的伙计来个不醉不归。结果那群没用的今早全趴了，还数亲生兄弟够意思，陪老子喝到最后。嘿，反正这回不带他们乘轮播舟，
下回再说。哈哈哈！总之要恭喜二位，讨个酒喝，我也开心。哈哈哈哈！哎，同喜同喜！镇上那帮没眼光的蠢蛋，老子连理都不想理，活该他们一辈子只能摆弄些再寻常不过的船。各位要是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尽快出发吧。仓里粮食饮水全置办过，不用操心，够吃上几个月的，连酒都带了几大台。哦，这个好，果然是明白人。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，老子心都已经飞去海上了！哈哈哈哈哈！
百里小哥，咱们已经离青龙镇越来越远了。操作的事就交给大哥和我。仙岛什么的，我俩也不晓得该怎么看。等开到深海那片，就得麻烦你们自个儿盯着了。自当如此。眼下没啥事，就在船上随便走走瞧瞧。像这样直接海里行船，可稀罕得很。向老板说的是，得抓紧了饱饱眼福才对。这不，另外那几个早迫不及待去甲板上看风景了。料不到，有一天还会乘上这在海底开的船，看见如此瑰丽景象，也算是个新鲜。若红玉这般随性，不知从何而来，又要往哪里去？难得百里公子会这样问，非是红玉有意隐瞒，只不过哪有什么来处与去处呢？若应了禅意，自来处来，往去处去，虚空中无处是起始与归途。活着越久，周遭人与物皆化尘土，人海茫茫，说穿亦是孑然一身。公子年纪虽轻，但料想也能体会。公子当真相信世上有起死回生之术？不过一试。如此，公子与那人定是感情极深了。那人，我不知道。小的时候，娘对我很是严厉，而她自己总有忙不完的事情。不会像别人的母亲那样唠叨很多，却又无微不至。我曾经非常努力地去学他所教授的法术，只为得到一句夸赞。可后来我发现，别的孩子即使什么都不做，即使顽皮闯祸，他们的娘还是待他们一样好，而我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。后来慢慢长大了，明白很多事情或许并非看起来那样。我想让娘活过来，我们还有许多话来不及说，许多事来不及问。百里公子，或许你比自己想的还要更喜欢你的亲人呢。人的感情真好，执着、炽烈。即便许多时候，在那些成仙得道者眼中，全无道理，愚不可及，那又如何？太上忘情，亦并非无情啊。尹大哥，你有没有好一点？
感觉，哎呀，好多了。哎，想我尹千商一世英名，竟会栽在晕船上，说出去丢人呢。以前只乘过江船，哪想到海船是这么回事。向老板说，有的人第一次出海是会晕船的，在船上待几天，慢慢能好起来。可恶！其他人一定玩得不亦乐乎吧？就我躺着。昨天严梅说，进了深海，有时候船会开到海面上去，苏苏他们都要负责仔细看有没有诅咒的线索，不过还没找到什么。他们还要跟我换着轮流照顾你，我想又不算很麻烦，我来就好了。妹子英明啊，让那姓方的小公子来看我，估计不够折寿的嘞。尹大哥别这么说，兰生是很好的人。我当然瞧得出来啊，我最会看人了，就像一眼看出妹子是个心善的。哎，妹子，你老实讲，因为我长得像你大哥，俗话说爱屋及乌，你才对我这么好吧？也不全是这样啊。你长得像大哥，我才会特别留意。可后来，都已经是一起旅行的同伴了，更应该彼此关照。真没看错，妹子果然是个好人。那我再问一个事儿，你可别嫌唐突。我说，你是不是喜欢恩公子？就是喜欢，那个百里屠苏、男女之情的那种。啊？哎，别不好意思嘛，又不笑话你。我不知道，怎么样叫做那种喜欢？和大家在一起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可是和苏苏在一起，更是不一样的。有时不由自主，就会想要去关心她，放不下。这就是喜欢吗？苏苏是个很特别的人，虽然她不那么喜欢说话，看起来有些冷冰冰，其实她很好很好。倘若有一天你们分开了，妹子会很难过吗？分开？我没想那么远，没想过会一直和他在一起。有，妹子，别这副神情，叫人看了不忍心。我这不就随口问问吗？又不是什么铁口直断的半仙儿。哎，别不高兴了，尹大哥给你赔不是。等我不晕乎了，和你上甲板那儿看星星去。怎么，又哪里说错了？大哥他也很喜欢看星星的。
为啥会离开？让你这样四处找？大哥，当初有很重要的事去做，离家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这样吧，算我俩投缘，在你找到哥哥之前，勉为其难把我看作你大哥好了。当我大哥，真的？再真不过，随时奉陪妹子，闲扯吃饭喝酒，有人欺负你，我给你撑腰，有啥心事都可以跟我讲啊，不收钱的。谢谢尹大哥。怎么回事？真的越来越厉害了，要翻船？不对呀，轮播舟也能翻？不是吧？本大爷苦苦挣扎几天，晕船才刚好，难道又要出啥事儿？哥，糟了，糟了，怎么办？发生何事？海里有股力量，像漩涡一样，要把轮播舟吸进去了。奶奶的，根本稳不住！雷声，雷声，这什么地方？我们不是在海里吗？我记得轮播舟被什么东西吸进去了。其他人呢？喂，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谁？啊，不好！佛珠颜色变身了，一定是什么不吉利的鬼东西！给本少爷出来！快出来！别躲躲藏藏的！这什么？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。
化成粉了，连点渣都没留下，看着像人的尸体，干枯了。啊！这究竟是什么鬼地方？为啥波波州开好好的，会跑到这里来？又为啥醒来只有我一个人，还遇到这种怪物？唉，算了，喊也没用，去找找其他人在不在吧。但愿他们也都没事。